女子半跪在地上，仰头看着面前的人。这女子不过而立之年，面容却苍老似老妪，眉目间沉沉戾气，一双眼睛死水微蓝，笑似一落许久干枯的枯井，流不出眼泪，却又带着深不见底的恨意。娘娘，请吧。身边的太监手捧着洁白绢帛，语气里是止不住的不耐。咱家还等着向陛下复命呢。沈庙的目光落在太监身上，沉默半晌，才慢慢开口，声音含着混沌的嘶哑：小李子，本宫当初提拔你的时候，你还是高公公身边的一条狗。太监倨傲的微微昂头：娘娘，今时不同往日，今时不同往日。沈庙喃喃道，突然仰头大笑：好一个今时不同往日！只因一句今时不同往日，那些从前见了他毕恭毕敬的臣子奴仆，如今可以对他呼来喝去，因为今时不同往日，他就要落一个3尺白绫身首异处的下场。往日是个什么往日？今时又是从哪里开始的今时？是从梅夫人进宫开始，还是从太子被废开始，亦或是长公主和亲远嫁惨死途中开始，再是他从秦国人质5年再回宫开始？往日到今时，皇后到废后，不过是因为傅修仪的一句话，这满朝文武就能变了脸色，这名旗江山就能颠倒黑白。好一个今时不同往日！寝殿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一双绣着龙纹的青靴停在沈庙面前，往上是明黄的袍角，看在你跟在朕20年的份上，朕赐你全尸，谢恩吧。天子道。沈庙慢慢的仰起头，看着高高在上的男人，时间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任何印记，一如当初的风神俊朗。他是天下明君，名正言顺的天子，是他痴恋了20年的男人，相濡以沫走过来的丈夫。现在对他说，朕赐你全尸，谢恩吧。为什么？沈庙艰难地问。他没有回答。为什么要抄了沈家满门？他问。定王傅修仪，先皇育9子，9子各有千秋，偏太子多病，先皇又迟迟不肯改立太子，皇子夺嫡风云际会。他爱慕定王风华绝代，不顾家里的劝阻，终于得偿所愿，却也将整个沈家和定王绑在了一块。正因为如此，他尽心尽力地辅佐定王，从什么都不知的娇娇女儿到朝堂之事也会参与的王妃，出谋划策，也终于定下江山。傅修仪登基那一日，立她为后，母仪天下，好不风光。他以为她是最风光的皇后了。皇子叛乱刚平定，民企根基不稳，匈奴来犯，邻国虎视眈眈。为了借兵，沈庙自愿去了秦国做人质。走的时候，女儿儿子尚且足月，傅修仪还说朕会亲自将你接回来。5年后，他终于在回民齐。后宫中却多了一个美貌才情皆是上乘的梅夫人。梅夫人为傅修仪生了皇子傅盛，傅盛深得圣宠，倒是沈庙的儿子，太子傅明不得圣心。傅修仪曾经当着满朝文武说，傅明性子太柔，还是傅盛消似我儿，话里明明白白的都是要改立太子的意思。梅夫人让沈庙有了危机感。在宫中，沈庙和梅夫人斗了10年，梅夫人屡次占上风，甚至撺掇着傅修仪把亲生女儿婉瑜公主嫁给匈奴和亲。匈奴人好斗性狠，婉瑜公主在和亲途中就病逝了，当即火化。谁都知道这其中肯定有蹊跷，偏偏身为母亲的沈庙无可奈何，到底还是走到了今日。傅修仪一封圣旨，沈家谋反，太子被废，自刎谢罪，他这个皇后也要被废，得到了3尺白绫。他只想问一句，为什么？沈庙道。傅修仪，你有没有良心？你我夫妻20余载，我自问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当初你登基，是我沈家助你；你出征，匈奴来犯，我替你写降书；你想拉拢的大臣，我跪下来求他辅佐。傅邻国做人质，其中苦楚煎熬，你回报了我什么？梅夫人让婉瑜出嫁，你便拟旨，婉瑜才16就病逝。你宠爱傅盛，冷落傅明，举朝皆知。现在你屠戮我满门，死到临头，我便问你一句，为什么？沈庙。傅修仪皱眉，他的神情没有一丝动容，仿佛冷酷的雕像一般。父皇在世的时候便商量对付几大世家，沈家功高盖主，不可久留，是朕劝着父皇，朕多留了沈家20年，已经是对沈家天大的恩赐了，沈庙身子晃了一晃，这些日子他哭得太多，眼泪已经流不出来了。他对着傅修仪一字一句道，为什么留着沈家？不是你仁慈，也不是你的恩赐，你只是想利用沈家的兵权来增加夺嫡的砝码，狡兔死，走狗烹。如今江山已定，你就过河拆桥。傅修仪，你好狠的心！沈庙。傅修仪怒喝一声，似是被戳到了痛处，冷哼一声道，你好自为之吧。说罢拂袖而去。沈庙伏在地上，握紧双拳，这就是他爱了一辈子的男人，在宫中和梅夫人为他争宠，到最后方才发现不是争宠，是这男人的心从来都没有在他身上过，那些情话耳语都不过是逢场作戏的笑话。他噗地吐出一口鲜血，姐姐这是怎么了？看上去好生狼狈。婉转的声音响起，女子一身鹅黄轻薄小衫，芙蓉面，杨柳腰，模样顶顶赛天仙，姿势也优美动人，款款而来。这是和沈庙斗了一辈子也胜券在握的梅夫人。梅夫人的身后还站着2名宫装打扮的女子。沈庙一愣，沈清、沈月，这是2房和3房，2叔和3叔的女儿，他的2个堂姐怎么会在宫中？陛下召我姐妹入宫了。沈月掩唇笑道，五妹妹不必惊讶，原先几年五妹妹爱替我姐妹打听人家做媒，如今倒不必了，陛下待我姐妹极好。你。沈庙心中如翻江倒海，
电光石火间似是明白了一些从未想清楚的事情。他的声音有些不可置信：“你们迟迟不嫁，就是为了今日？可不是呢。”沈清上前一步：“当初陛下和我爹三叔达成盟约，只要说动你嫁给陛下，终有一日，我姐妹二人也会有同样的归宿。当初沈妙能嫁给傅修仪，二房和三房可不是在其中出了不少力。如今想来，当初他爱慕上傅修仪，似乎也是二审三审整日的提起定王青年才俊，才让他萌生出好感。原来是一早达成的协议吗？原来二房三房一早就暗藏祸心，等着今日一切的发生吗？”沈清却生怕沈妙听不明白似的，继续道：“陛下封神俊朗，我姐妹爱慕已久，偏偏只有大伯手握重权，不得已只能让五妹捷足先登。五妹前些年享了不少福，如今也时辰该到了。”沈妙突然正起身子，高声道：“陛下抄了沈家，却让你二人进宫，二房和三房怎么会平安无事？”“二房和三房当然会平安无事啦。”沈月捂着嘴笑起来，“因为我们是大功臣，大伯造反的证据可都是咱们两房大义灭亲指出来的。五妹，陛下还要封咱们两房大官呢。”沈妙震惊地看着自己的两位堂姐，道：“你们疯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沈家是一家人，傅修仪要对付沈家，你们竟然陷害自家人！自家人？五妹，我们可从没承认大房是自家人。”沈清冷笑一声：“再说你享受的实在太多了，如今太子已死，公主不在，沈家已亡，你还是早些下皇权，跟他们团聚吧。”梅夫人款上前，微笑着道：“姐姐，江山定了，你也该退了。”争了10年，沈妙到底是输得一塌糊涂，输得太惨，输得子丧族亡，输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她恨恨的道：“本宫不死，尔等终究是非。陈公公，动手吧！”梅夫人冲太监使了个眼色，身形肥硕的太监立刻上前几步，一手死死攥住沈妙的脖子，一手将盘子上的白绫套在沈妙的脖子上，用力一扯，白绫撕扯着骨肉，骨头发出清脆的响声。那地上挣扎的女子瞪大双眼，心中无声地立下毒誓：她的儿子，她的女儿，她的父母兄弟姐妹仆人，沈家上上下下全都被害了。傅修仪、梅夫人、沈清、沈月，所有害过她的人，害过她亲人的人，若有来世，血债血偿。是日何时丧？与鱼乳皆亡。柔软的榻边，两个个子高高的丫鬟正在小心地为床上人扇扇子。天凉了掉水里，发热了可不得了。姑娘都睡了1天1夜，大夫说这会子该醒了，怎生没动静？穿着青色衣服的丫鬟面上难掩焦虑。谷雨，都大半个时辰了，怎么大夫还没过来？另一个紫衣丫鬟道：“二太太那边看得紧，这算是丑事，府里都藏着掖着。”谷雨看了一眼床上人，夫人和老爷都不在京城，大少爷也不在，老夫人又偏心东院的。白露和霜降去找大夫，现在未回，莫不是被人拦住了？这是要把姑娘往绝路上逼呀！不行，我得出去看看。话音刚落，便听得床上的人发出一声微弱的声音：“姑娘醒了。”紫衣丫鬟惊喜地叫了一声，连忙跑到床边，但见床上的少女揉了揉额头，慢慢地坐起身来。惊蛰，沈妙喃喃道：“奴婢在呢。”紫衣丫鬟笑着握住沈妙的手：“姑娘可还觉得好些了？睡了1天1夜，眼看着热退了却不见醒，奴婢还寻思着再去找大夫一趟。姑娘要不要喝点水？”谷雨递上一杯茶。沈妙有些困惑地看着面前的两人，她有4个一等丫鬟，惊蛰、谷雨、白露、霜降，俱是聪慧灵敏的好丫头，可惜到最后一个都没能留下来。谷雨在她当秦国人质时，为了保护她不被秦国太子羞辱，死在了秦国太子手中。白露和霜降，一个死在陪婉瑜和亲的路上，一个死在和梅夫人争宠的后宫。至于惊蛰，生得最为貌美，当初为了帮傅修仪上位，拉拢权臣，惊蛰自甘为妾，以美色成为权臣扶手的一大理由，最后被权臣的妻子寻了个由头杖责而死。得知惊蛰死了之后，沈妙大哭一场，差点小产。如今惊蛰好端端地站在自己面前，眉目依旧秀美如画。谷雨笑盈盈地看着她，两个丫鬟都是14、15岁的好年纪，让沈妙一时恍惚。片刻，她才苦笑着闭上眼睛。这死前的幻觉也太过真实。姑娘在说什么呢？谷雨把茶杯放到一边，伸手来摸沈妙的额头，莫不是烧糊涂了？摸在额头上的手冰凉凉的，舒适而真实。沈妙猝然睁眼，目光陡然锋利，她缓缓地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是一双白嫩纤细的手，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生得圆润可爱，一看就是双养尊处优的手。那不是她的手，她的手在陪傅修仪处理朝事、审时度势的时候已然磨得粗粝，她执笔一本一本的看账本，在秦国被当成仆妇一样的呼来喝去，在后宫为了傅明和婉瑜争斗，在冷宫将洗衣衫，她的手生满茧子，关节肿大黑瘦，哪里是这样娇娇的模样？给我拿一面镜子过来。沈妙道，她的声音还很虚弱，语气却坚定。谷雨和惊蛰面面相觑，最后还是惊蛰去取了一面镜子递给沈妙。铜镜里，少女脸圆圆，额头饱满，一双大大的杏眼微微发红，鼻头圆润，嘴巴小小，还是一张未脱稚气的脸，说不上多美貌，却胜在清新可爱、乖巧羞怯的模样。那是一张曾被皇家人盛赞望夫之相的少女容颜。沈妙手中的镜子猝然落地，发出清脆的响声，
碎片的声音击打在他心中，掀起巨大的惊涛骇浪。他狠狠地掐了一把自己，两行热泪滚滚而下。苍天不负人，苍天不负他，他回来了。谷雨和惊蛰吓了一跳，谷雨忙去捡地上的碎片，焦急道：“姑娘！”子熙莫扎了脚，姑娘怎么哭了？惊蛰拿着帕子给沈庙擦脸，却见沈庙神情诡异，似哭似笑，嘴里喃喃道：“我回来了。”他一把抓住惊蛰，现在是多少年？惊蛰有些害怕，却还是老老实实回答：明齐68年。姑娘是怎么了？觉得身子不舒服吗？明齐68年，明齐68年。沈庙瞪大眼睛，明齐68年。她14岁那年，是她遇到傅修仪，痴恋傅修仪，甚至向父亲逼嫁，请求嫁给傅修仪的那一年。而现在，她的耳中响起谷雨的话：“姑娘莫要吓奴婢们。”这才将退了热。莫不是神志有些不清楚？大姑娘也实在太狠了，这不是要了姑娘的命吗？沈庙上辈子大多时间都跟在傅修仪身边为她奔走，在沈府的日子过得却是毫无滋味。这件事他却记得清楚，和傅修仪有关的每件事他都记得清楚。沈清告诉他傅修仪要来沈府拜访二叔和三叔，拉他一起偷偷去瞧。待到了花园，沈清却把他从假山上推了下去，湿淋淋的从池塘里被捞上来。当时一同在的还有别的官员同僚，只当是看了沈府的笑话。他迷恋定王的事情早在半年前就传遍了京城，这一次不过是徒增笑料。上辈子他醒来后指责沈清将他推下池塘，偏没有一个人信任他。沈庙委屈得不得了，被老夫人罚禁足佛堂，导致之后的中秋没法出门。沈月偷偷将他放出来，带他一同去了燕北堂的赏菊宴，出了10足洋相。沈庙闭了闭眼。沈家有3房，大房沈信就是沈庙的父亲，是老将军原配的儿子。原配中年病逝，老将军娶了门继氏，继氏生了2房沈贵和3房沈万。老将军死后，继氏成了如今的老夫人。沈家没有分家，兄弟3人相互扶持，感情颇好，传为一段佳话。沈家世代戎马，到了沈信这一代，除了大房手握兵权，2房和3房却是走文官的路子。沈信常年在外征战，沈夫人也跟着丈夫随军，沈庙就一直被放在沈府。老夫人和2个婶婶亲自教导，教导来教导去，就成了这么一副一事无成、不学无术，遇见男人就不知羞耻的粘上去的草包。前一世他只觉得婶婶和老夫人待他特别好，沈月和沈清要学的规矩礼仪他统统不必学，如今看来不过是一出十足蹩脚的捧杀。其他父母兄长不在身边，便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只让沈信和沈夫人每次回府都觉得这个女儿比从前更加顽劣草包厉些罢了。这一世他倒要看看这些人要如何厚颜无耻的故技重施。正想着，便听到外头洒扫院子的丫头跑了进来，道：“姑娘，二姑娘来看你了。姑娘，二姑娘来看你了。”惊蛰面色有些不愉，偏在这个时候来，姑娘身子还没好，也不怕惊了风寒。谷雨推了推惊蛰的胳膊，神情却也十分忧虑。沈庙看在眼里，心中舒了口气。他身边4个丫头都是沈信和沈夫人亲自挑选调教的人，忠心机灵都有。沈家究竟是个什么状况？2房和3房暗藏的心思，他年纪小看不出来，丫头却能瞧出端倪。还没来得及说话，便见外头走来一名少女。这少女不过15、16岁的模样，穿了一件淡粉色菊纹上长，月白百褶如一裙，梳着个流苏髻，肤色白皙，眉目清雅秀美，浑身都是浓浓的书卷味，显得得体而端庄。瞧见她，便快步走到床前，担忧道：“五妹妹，身子可觉得好些了？知道你落水后，我心焦了许久，可御娇院的人说你要休息，我不敢打扰，今儿听你醒了方赶过来。”沈庙看着面前的少女，这是沈家3房所出的嫡女沈月。沈家出的3个嫡女，沈清开朗大气，沈月才名远播，偏只有沈庙性格木讷，怯懦无才，外人夸赞真静贤淑，其实都知道并无长处，是沈家最上不得台面的女儿。上辈子沈庙未出嫁前和沈月的关系最好，沈月性情温柔体贴，许多时候都能帮沈庙出主意，只是当初沈庙并不能看出这其中的主意究竟是好是坏，还是一味感激这位堂姐尽心尽力的帮忙。这一次沈月前来，大约也是为沈清求情。果然沈月开口就是：“五妹妹，大姐当日也是失手犯错，事已至此，还望五妹妹能原谅她一回。”听闻五妹妹发热，大姐也是自责的不得了。五妹妹伤好后，可否饶过大姐姐这一回？她也不是故意让你在定王殿下面前出丑的。不说这话还好，偏要在沈庙面前提起定王2字。谁都知道定王就是沈庙的心尖子，沈庙是能吃得委屈的性子，但有关定王定不会退让半分。若不提定王，说不定沈庙便这么罢了。此番沈月故意提起定王，不是要挑起他和沈清的争端是什么？上辈子也是这样，他刚刚醒来不久，沈月就赶来为沈清求情。这一番求情令沈庙勃然大怒。平日里性格懦懦的人，为了心上人，当着老夫人的面指责沈清将他推下水，偏沈清不承认。周围的人也说没瞧见沈清推沈月，老夫人本就偏袒2、3房，自然顺势教训他小小年纪不知自爱，还妄图污蔑嫡姐，罚他禁足。后来这事便被传到国子监去了，沈庙成为同学的笑柄，羞愤之下，国子监也不去了。再后来，京城中的贵女圈，他也渐渐淡了出去。如今想来，他的目光
一直都被局限在将军府这些人为他创造的世界中。他以为自己贤良淑德，殊不知外人眼中是懦弱无知；以为爱慕定王是勇敢直率，殊不知外人称他不知廉耻。这些刻意教导的结果，导致了他前妻一塌糊涂的印象。虽然后来成功嫁给傅修仪，却仍然被称为上不得台面，甚至天下人拿他和梅夫人比较，也只会说他蠢笨无知。多蠢的过去啊！沈月忧虑地抚着沈妙的肩头，唇角不动声色地露出一丝笑意。他知道以沈妙的性子，只要提到傅修仪，定会勃然大怒。可等了半天也不见反应，沈月狐疑地看过去，便见面前的少女微笑着看着他。少女脸色还很苍白，嘴唇也干涩，唯有一双黑漆漆的眼睛，葡萄一般的水灵。沈妙的眼睛长得最好看，大大的杏眼，懵懵懂懂，像孵出生的小狗一般怯怯的。只是平日里神情木讷平白，辜负了眼睛的灵气。如今那双杏眼依旧圆圆，眼神却十分不一样，透着些冷意，不带感情，不像是木讷，倒像是居高临下的俯视。沈月一个机灵，不知道为什么，心中竟感生出了一种无法言喻的胆颤，好像面对的不是一个蠢笨的呆头鹅，而是什么身居高位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他自然不知道，面前的沈妙已经不是那个沈妙了。面前的沈妙是经历了夺嫡、战乱、争宠、丧子、亡族的沈妙，是曾执掌后宫，拥有6宫至高无上权力的明齐皇后沈皇后。他愣了半晌，直到面前的少女揉了揉额头，轻声道：“二姐姐言重了，此事本就与大姐姐无关，是我自个儿掉下去的。”五妹妹，沈月没料到沈妙会这么说，呆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摇头道：“五妹妹莫要委屈自己，我哪里会委屈自己呢？”沈妙笑着打断了她的话：“不过是小事罢了，我头还有些晕，想再休息会儿，有什么事情明日在祖母那一并说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沈月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她虽然奇怪今日沈妙待她不甚热络，也归结于沈妙在傅修仪面前出丑，所以心情不悦，又说了几句，沈月这才离开。等沈月走后，谷雨才道：“咱们姑娘被推下水，命差点没了，偏来替大姑娘求情，求情就求情吧，怎么听着不是那回事儿？”谷雨是在隐晦地提醒沈妙，沈月不安好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她大约是想当那个渔翁吧。沈妙淡淡道。谷雨惊喜沈妙终于能看清沈月的真面目，又有些不明白沈妙话里的意思。抬头见自家姑娘讨喜的容颜一片冰寒，竟有种莫名的肃然感，让人不由自主的仰视。沈妙看着自己的指尖，沈清为什么会推她下水？是因为当时她说了一句：“年关等爹凯旋，我便让爹做主，求爹将我嫁给定王殿下。”她说的天真，又觉得是自家人，因此毫无顾忌。沈信是朝中大将，有心要嫁女儿，不是不可能的。沈月为什么要挑拨他和沈清？自然是因为沈月也爱慕定王，上辈子死到临头，沈月和沈清才告诉他，他二人爱慕傅修仪许久。如今想来，这时候就已经出现端倪了。既然她们这两姐妹都对傅修仪痴心一片，今生不让他们得偿所愿，岂不是可惜？他一定会让他们心想事成。二房和三房上辈子欠沈家满门的血债，就从现在开始偿还吧。